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思维道场。今天我们来讲，希望朋友们都能停止对自己的灾难化想象。在东亚的文化环境下，许多人习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预想最糟糕的后果，并且把它想得非常严重。比如发了一条消息给朋友，如果对方没有马上回复，就开始脑补对方生气的各种理由；工作中出现一个小错误，就想象自己被降职或辞退的场景；身体稍有不适，就怀疑自己得了某种严重的疾病。心理学上，这种思维方式叫做灾难化思维，它让我们陷入一种不断预演灾难的状态，就像大脑里放一部永不停止的恐怖片，一遍又一遍地把自己推向自我实现的预演。但从统计学上来看，98%的灾难根本没有发生过，我们只是提前透支了痛苦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总是陷入这些想象中的灾难呢？其实，当我们说出如果这样发生，我就完了时，潜意识里已经完成了4个步骤。首先，我们把不太可能的事情当成了必然；其次，我们把本来可以修正的小错误直接判了死刑；第三，我们把外部的错误和自己的价值混为一谈；第四，我们把灾难的时间线无限延长。认识到这种思维模式后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调整它。下面是3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用现实的数据来反击虚构的幻想。当焦虑来袭时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这个结果发生的概率有10%吗？研究表明，我们担心的事情有92%根本不会发生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3个月后这个事发生了，我还会在意吗？大多数所谓的灾难，其实在72小时内就已经过去了。第3个问题是，这个结果真能摧毁我的核心价值吗？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的要坚韧和强大的多。第二个方法是在焦虑来临前，拿起纸和笔，写下自己的计划。当你再次出现如果怎样就完了的想法时，立即拿出纸和笔，做个填空题。第一行写当前的情况是什么？第二行写此刻我能做的具体行动是什么？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文件有个错别字，那第2行的行动就可以是马上改正，并且设立检查清单，确保下次不再犯。第3个方法是将自己从受害者的角度转变为幸存者的角度，这实际上是心态上的转变，把自己想象成所有事件的幸存者。我们可以每天记录3件事：第一，今天我担心的灾难是什么？第二，这件事情的实际结果是什么？第三，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什么教训？3个月后回顾，你会发现90%的灾难都成了自己成长的阶梯，而你一直是幸运的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练习正念来缓解焦虑。正念的核心是关注当下，而不是沉溺于对未来的担忧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专注于呼吸或周围的声音，让自己回到现实。你会发现，很多焦虑其实源于对未来的过度想象，而现实往往比想象中平静得多。记住，你会越来越幸运，别让想象中的风暴摧毁了你现在的生命力。你比那些虚构的灾难更加坚韧、更强大、更不可摧毁。当脑内放映厅再次亮起红灯时，告诉自己，暂停灾难片，我要走入现实，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。